OK，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我来跟大家聊一只最近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手表。那这一只呢，是大家口中常常叫的 Navigator Timer 的复刻款说真的，这个品牌Seiko 每年出这么多的表，有些声量超大，有些就是默默就过去了。那我觉得这一只 SPB411就是那种默默的被人家划过去的款式，可是确实它很低调，它的设计非常的棒你们知道吗？它其实是向1968年的这个 Navigator Timer 做的致敬，那差不多1:1的复刻，38.5的表径，那有红色的 GMT 指针，灰色太阳纹的放射面盘，那有这个最经典的 cushion case 的鲍鱼壳，那你可能会第一眼看到就会觉得，哎，这个怎么很像吉米你日前才介绍的那个太空系列的那个 Eugene Cranes 的手表？没错，那就是那种味道。但是它是在2023年才推出的限量款。好了，开始讲这个表的故事之前，我们照惯例自我介绍一下。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那老朋友都知道，吉米就是一个爱表爱到不行的一个设计师。讲表的时候会忍不住碎碎念，有的时候讲到艺术，有的时候讲到建筑，什么都会设计，都会扯进来，然后一边自问自答。反正 anyway， 这就是频道的风格了。所以如果你们是新朋友的话，不要忘了马上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看到广告的话，记得帮我多看10秒钟，好不好？好吧，拜托了。那你们一个小小的动作，吉米跟小编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会继续熬夜帮大家整理这些内容跟资料。谢谢大家了，吉米在这边跟大家感谢一鞠躬。OK，那我们来聊聊这支 SPB411的魅力。我们先来讲讲1968年，那个时候世界正在经历什么？冷战，美苏太空竞赛打得很火热，年轻人追求自由。Woodstock 音乐节的前一年，迷幻摇滚嬉皮文化正在冒头。而在设计界，包浩斯的风格、简约的精神影响着全球，同时未来主义、太空元素开始进入日常设计。那也算是建筑界有点像是粗犷主义在欧洲兴起的这种混凝土方块感的建筑，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换句话说，有一种是有点在传统跟未来做冲撞的一个界限。那 Seiko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推出了这个 Navigator 的这个 Timer 是为什么呢？因为60年代航空旅行越来越普及，跨时区飞行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那 GMT 原本就是给飞行员和军方在做使用，但是到60年代也慢慢走进了一般日常旅人的生活之中。Seiko 当时已经在世界崭露了它的头角。东京奥运办过几年，日本正处于经济的高速成长期，他们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日本工业设计进入国际化的一个作品，因此 Navigator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产物。那它的特色当然就是 GMT 旋转外圈，让人随时掌握两地时间。而那个时候 Seiko 也已经有了世界时区的这个手表6217，但是表比较偏 formal 学术感一点点，那 Navigator Timer 则是更年轻更冒险。因此今天当我们戴上这个 SPB411 的时候，就可以想象自己回到了1968年，拿着护照，穿着宽领的西装或者是垫肩的西装，走在刚开启没有多久的成田机场，准备飞往旧金山。那一个瞬间，你手上看时间的方式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象征。那说到这个设计，我真的必须要佩服 Seiko 的克制力。你知道 Seiko 常常在复刻会乱加一些东西，比如说Prospex 系列很大的那个 X 的 logo，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明明就做复刻，但是偏偏要加入一个这么现代的符号，我觉得看了就会让很多人很崩溃。但是这一支，我觉得干净利落，保有复古的那种美感。整个表壳是38.5的直径，那表耳到表耳是45.2，那厚度是12.6，数字听起来我觉得还蛮普通的，就是很正常、很舒服的一个配置。那整个4点钟的表冠贴手又不刮手、不对称的设计，却很有美感，很像现代建筑里面不对称的规则结构。表面看起来好像怪怪的，但实际上欣赏起来确实很和谐。银灰色的太阳纹面盘呢，在不同的光线下闪烁出微妙的这个层次，我觉得就跟 Eugene Cranes 那一只手表非常非常的像。再来就是很有代表性短短的这个 GMT 指针，小小的一抹颜色，却让整个表活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在画布上面多了一笔红色的笔触，马上让整个表有了重点。
那五链的这个链带呢 ，Seiko 这次做的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之前大家都嫌 Seiko 在表带的这一块做的比较拉垮，但是这一次必须要说，这一次的5足链带啊，它的角度分明，佩戴性非常的舒适，而且整个的有棱有角啊，让它整个版本看起来就是我觉得是近3-4年来 Seiko 我觉得做的算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链带。那整个细节的还原呢，都整个面盘上面我们必须说几乎都跟原版一模一样，唯一少的就是那个 Navigator Timer 的字样，但是也好，就是说以现在这样的字数来说的话，不会破坏到面盘的干净度。我觉得这些元素整个搭在一起，就是很有68年的那个味道。你带着它，你不会觉得像在 cosplay， 反而是感觉这个表蛮现代的，蛮有味道的。OK， 我觉得这个表就是值得玩味。不过当然我就没有买这个表，只是我觉得这个表其实设计的很漂亮，我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对，那因为大家知道我日前已经买 Eugene Kranz， 我觉得这两个表相同的地方实在是有点多。OK， 那再来就是它用的机芯是 6R54， 那特色就是72小时重力储存，然后是 Color GMT。那 Color GMT 就是可以独立调整 GMT 针，那基本上就是跟 Flyer GMT 不一样，就是 Flyer GMT 是调整本地的时针，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切换。所以我会觉得专业玩家常常说 Color GMT 比较不专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差别到这么大，就是多了一点点步骤去做调整时间而已，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那 Seiko 的选择其实也是设计的纯度优先于功能。我想对于喜欢复古表款的玩家而言，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蛮欣赏这样子的做法，因为就像是建筑师，他宁可保留原始的结构，也不会为了舒适去多加一堵不必要的墙。OK， 再来就是它整个构造的升级，原本的亚克力被蓝宝石水晶取代，整个耐刮耐用性大幅的提升。那有了100米的防水，日常生活完全够用。全钢雕刻的这个双向摩擦的这个表圈，比铝质圈是更耐看的，更耐刮。那这些小巧的升级，让 SPB411 在日常的佩戴上，比原版还多了很多实用的性能。那并且它保有当初1968年的那个设计的味道。那这一只表的定价是美金1500美，这个价位放在 Seiko 里面其实算是中价位，甚至我觉得有点中偏高了。就是往往我们会认为 Seiko 大概定价就是3万以内的手表，不过这几年啊，我发现 Seiko 的表越来越贵。OK， 也算是很跟得上通货膨胀的一个品牌也算是每一次定价都发现在微幅调涨。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表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价格算贵。如果它的价格可以跟 Eugene Kranz 差不多这个定位的话，我觉得这个表会非常的红火。OK， 那我会觉得如果是比同类型的 GMT， 其实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比的，大概唯一能比的只有Tissot 的 PRX 的 GMT 跟美度的这个 Ocean Star GMT。那美度大概在1300美金左右，但是它的设计上面我觉得就没有 SPB411 这么有味道。那 PRX 的 GMT 呢，则是年轻时尚，但是你要的复古灵魂在这边是没有的。那 SPB411 是一只限量4000只的表，所以对于收藏家来讲，它的价值上是非常加分的。就算它在未来没有立刻翻倍，但是等市场消化完这一些量，二级市场它的稳定度一定会比原价我觉得会来得更高。因为 Seiko 这几年做的限量的复刻，我觉得有一点多了，所以我觉得以目前4000只来讲还不算多。它其实像 Eugene Kranz 的那一些的话，都是1万只左右，那又出2个颜色，所以等于市场上就有2万只在跑。OK， 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说它是不是一定会涨。那当然，其实买表涨不涨价，这也不是我们买表的原因啦。OK， 那我觉得这个表虽然是 Color GMT， 但是它还是很适合喜欢旅行的玩家。你没有每天要去调这个 GMT， 所以你偶尔需要追踪一下时区。那我觉得它的使用的复杂度并不会比 Flyer GMT 差多少。再来一个，它是你是复古的爱好者，整个比例设计的细节都终于在呈现这个
1968年的 Navigator 的这 timer， 所以你如果是 Seiko 的历史表迷的话，我觉得这只表必收。那再来日常佩戴，35.8尺寸很百搭，灰色面盘低调耐看 ，T 恤、衬衫都很自然。我觉得收藏家可能会为了限量跟历史意义而去入手，而一般佩戴者则是会在它的美感跟舒适度上面被打动。OK， 那讲到这边，应该可以感觉到我对这只表也算是有一定的热情。虽然它不是很完美的表，就是它的夜光也比较弱，那它的表耳只有19，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考量的地方，因为它能不能变成一个让我玩表带的手表，它是19跟20，我觉得差别非常的大。OK， 然后它的扣具一样是没有微调，就是我一样是4-5万了，为什么还在做这件事情？Anyway， 就是我觉得复刻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有些品牌会过度的去把表做的过度老化，有些则太拘泥于就是原本为了致敬原始的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411它刚好有忠于历史，但是它又没有牺牲掉日常的佩戴性。所以，如果你说我会不会去推荐的话，我当然是会推荐这个手表。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Eugene Kranz 或者是假面骑士我的那个介绍的话，如果你们真的有那个预算，其实这个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你真的想要把1968带到2025年，这只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因为毕竟它的限量更少，当然相对它的价格更高。这个表我觉得其实还蛮耐看的。尤其是我会不自觉的盯着这一只红色的指针看，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美的。OK， 好吧，那最后如果大家看到这边有兴趣的话，帮吉米按个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如果看到广告，帮我多看10秒钟。那么照惯例，吉米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收尾。不管是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不能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我们的历史。那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健康，要玩得开心，代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那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刻。大家要快乐，好吗？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